各位吴彦祖们，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这些年，咱写了上千个品牌故事，自认为对各行各业都略懂一二，随便几个品牌都能滔滔不绝给人科普。但最近才发现自己想多了，因为我发现我竟对化妆品品牌一无所知。拿大家耳熟能详的欧莱雅举例，你们认为这是个怎样的品牌？我一直以为欧莱雅只是个做得比较大的平价化妆品品牌，毕竟他家一支洗面奶也就30-40块钱。但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欧莱雅竟然是个美妆巨头，旗下几十个品牌。现实中你听过的绝大多数品牌基本都是他家的。高端的有赫莲娜，一线的有兰蔻、乔治阿玛尼，二三线的有科颜氏、YSL、美宝莲等。看到这儿，各位吴彦祖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有同样的困惑？为什么很多大牌美妆都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但欧莱雅本品牌似乎又卖得很平价？这期品牌故事就来给兄弟们科普下欧莱雅的美妆帝国是如何形成的。你们猜欧莱雅最早是做什么起家的？口红、粉底、面膜、乳液？都不对，正确答案是染发剂。1881年，欧莱雅集团创始人欧仁·舒莱尔出生在法国巴黎，他老爸有着一家糕点铺，按正常轨迹，他应该会继承老爸的家业。然而，19世纪末那场经济危机让他父亲直接破产，舒莱尔只好乖乖投身于学习之中。1904年，舒莱尔凭借优异的学术成绩进入了法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索邦大学，担任化学系的助理研究员，协助导师研究美发产品。他也因此结识了众多理发店老板，了解到时下美发市场的现状。那时，烫染发型刚刚在欧洲大陆流行，但由于技术限制，药水大多含铅，会刺激并伤害头皮，而无法大面积推广。这引起了舒莱尔的兴趣，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独自研究试验。反复1年后，一款无铅且效果更好的染发剂成功被开发出来。这款产品一经问世，便立刻得以推广，舒莱尔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有了这笔财富，1909年，欧莱雅的前身法国无害染发剂公司正式成立。他聘请了一批销售代表，向巴黎的美发师提供染发剂。1911年，为了更高效地宣传自己的产品，舒莱尔收购了一家名叫巴黎发型的杂志社，成为当年欧莱雅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在法国小有名气之后，他的染发剂陆续进入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等市场，一家跨国公司初具雏形。时间来到上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女性思想解放，社会地位提升，她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形象，这让染发剂需求量剧增。欧莱雅的染发剂顺应时代潮流，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舒莱尔也不再满足于染发剂，他希望公司产品更加多元化。于是，在1928年收购了濒临倒闭的皂浴品牌梦皂，1934年推出无皂洗发露品牌多普，以及防晒油、冷烫、染色溶剂等产品。至1939年，其公司名称正式更改为欧莱雅，生产领域也由单纯的洗染产品扩展到整个日化用品范围，并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欧洲最大的化妆品公司之一。如果总结这期间欧莱雅的成功秘诀，搭上染发潮流是重点。另一方面，则是创始人舒莱尔特别会玩营销，他在打广告这件事上也创造过很多个第一，比如彗星广告、楼体广告、车身广告、广告歌曲、广告赞助等，全是他首创，以至于在1953年荣获奥斯卡广告奖，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广告的奠基人之一。除了营销产品，舒莱尔还很会营销自己来带货。他出版过很多书刊和文章，频繁参加广播、演讲、讨论等社会活动，努力活跃在大众面前。如果放到现在，他绝对是个流量爆棚的网红企业家。但遗憾的是，1957年舒莱尔去世了，他的独生女莉莉亚娜·贝当古理所应当成为接班人。不过，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儿并不适合经营公司，仅仅是个继承人角色。舒莱尔在遗嘱里早就指定好了真正掌握经营权的人，即他生前的得力助手达勒。也正因此，欧莱雅成为现代商业史上最早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企业之一。达勒掌权后，如何进一步提升欧莱雅的影响力，成为他的首要任务。当时的欧莱雅如果仅靠梦皂、多普和太阳琥珀几个核心品牌，就想要在竞争激烈的欧洲、美洲等市场脱颖而出，明显不靠谱。于是，达勒制定了个更加宏大的计划，联合多方力量进行战略兼并。为了全力达成兼并目的，达勒放弃了公司里不太赚钱的产品线，并于1963年成功让欧莱雅在巴黎证券交易所上市。搞定一切后，兼并大戏正式开始。首个交易目标就是兰蔻。
于是，在1964年，达乐大手一挥，带领欧莱雅正式收购兰蔻。毫无疑问，这场收购是双赢，欧莱雅得以进军高端化妆品市场，兰蔻也重新走上正轨。但欧莱雅的帝国之路显然才刚刚开始。随后，欧莱雅以平均每2年收购一个同行的速度，不断扩大版图范围。举几个意义比较重大的案例：1965年收购卡尼尔，扩充护发产品；1970年收购碧欧泉，扩充护肤产品；1973年收购 Synthlab， 组建皮肤研究团队；1985年收购拉尔夫劳伦，进入美国高档化妆品市场；1989年收购赫莲娜，扩充奢华化妆品品类；1996年收购美宝莲，扩充彩妆品类，完善北美渠道。至此，一个大而全的欧莱雅美护帝国品牌矩阵基本形成。如果把时间限定在最近10年，你会发现欧莱雅的兼并速度更加疯狂，在2016至2018年期间，平均每年收购4家。哪怕2019年到今年，粗略估计，欧莱雅也至少收购了8个品牌、2家科技公司。毫不夸张地说，每年欧莱雅不是在收购，就是在收购的路上。比如我们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欧莱雅刚收购了韩国化妆品市场排名第1的面部护理品牌 Dr. G。当然，有收购也有出售。前段时间，欧莱雅就把蒂可丽和博朗圣泉2个品牌给卖掉了。目前，在欧莱雅集团的中文官网上显示的品牌数量有47个。回到开头的问题，手握众多大牌的欧莱雅集团，为什么本品牌却很平价？其实，这个本品牌全名叫巴黎欧莱雅，从品牌创立之初就是定位平价。在化妆品行业，要把从诞生起就定位低的品牌打造成高端品牌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当一个品牌被大家认知之后，就形成了固有印象，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已经充分占领了消费者心智，再要重新定位非常困难。所以高端化只有2个途径：收购高端品牌，或者从零开始打造个新的。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们熟知的各类消费品都会有多个品牌存在。典型如汽车行业，比亚迪在本品牌之外还成立了更高级的腾势与仰望。只不过欧莱雅选择发挥超能力，不断收购各类中低高档次，且和欧莱雅已有品牌互补的友商，形成品牌矩阵，尽可能包揽更多人群的需求。为了运营好这些品牌，欧莱雅把它们划分成了4个业务部，分别为大众化妆品部、高端化妆品部、专业美发产品部、皮肤科学美容事业部。本品牌巴黎欧莱雅就被划分到了大众化妆品部，当然是走平价路线。值得一提的是，收购不仅丰富了产品矩阵，还进一步增强了渠道优势。我们拿欧莱雅在中国的发展故事为例，1996年，欧莱雅抢滩中国，寄予厚望。然而，当年欧莱雅在中国全部的家底只有北京的一个销售兰蔻的柜台，并且还是由香港分公司代理的。团队只好决定先用美宝莲的唇膏打开局面，后又请巩俐代言染发产品，逐渐占领消费者心智。但在受众更广泛的大众护肤品市场，依旧无法取得好成绩。2004年初，欧莱雅出手，拿下国货化妆品羽西的所有资源。至此，通过并购，欧莱雅在华有了3家工厂、几万个销售网点，使其可以尽情布局中低端品牌。国内的美妆市场也因玩家越来越多，竞争愈发激烈。在当时，各大品牌的美妆个户方面基本都定位家庭和女性，但欧莱雅却与众不同，于2004年成立了巴黎欧莱雅男士系列，并于2006年正式将男士系列引入中国。男同胞们要明白，那可是2006年，男性护肤习惯基本为零。欧莱雅此举非常大胆，如果失败将元气大伤。好在欧莱雅很会营销，他们惊为天人的请来了吴彦祖做代言，那可是吴彦祖呀，公认的男性颜值天花板。有了吴彦祖及国内各地吴彦祖分组的支持，再加上欧莱雅商超渠道的强势，男士系列大获成功。与此同时，欧莱雅也正式拉开了在中国大众洗护市场扩张的序幕。至于功臣男士系列，一直都是欧莱雅在国内重点发力的板块。凭借先发优势，先后推出了净能醒肤露、净能冰库水分露、控油炭爽洁面膏等多款明星产品，长期霸占国内男士美妆市场头把交椅。代言人方面，除了吴彦祖、阮经天、潘玮柏、井柏然等10多位明星都曾加盟。如果细心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以上所有明星签约节点几乎都卡在了他们声量最高的时期。当然，光靠营销就想拿捏男性肯定不够。欧莱雅男士的产品研发与推陈出新能力也是其增长的秘诀。大家日常接触比较多的是他家的洗面奶，但实际上欧莱雅男士品类非常丰富，包含男士的护发、造型、护肤、彩妆等品类。
这里不得不再夸一下欧莱雅男士。市面上的男性护肤产品无非就是宣传控油、遮瑕、上手简单、妆容自然，而类似于女性赛道热门的舒缓、防晒、抗老等产品却不多见。明明男性30岁之后更容易油腻、长皱、显老，是厂商们不愿意做吗？还是认为男性不需要？我想更多是没实力做。毕竟控油清洁简单，抗老可不是随便就能做出来的。作为国际大厂的欧莱雅男士显然意识到了这点，很早就开始在科技上下功夫，打造差异化。这些年推出了不少淡纹抗老产品。这不，最近一款全新的高端抗老产品欧莱雅男士淡纹精华就被重磅推出。它集结欧莱雅集团首发的抗老顶流成分蓝铜胜肽加大西洋海洋巨藻加玻色因 Pro， 一瓶直击全脸生纹，2周就能看见效果，真正做到速淡纹。至于为啥这么强，当然还得靠研发。这次欧莱雅集团主推的成分蓝铜胜肽，又叫蓝铜肽和3肽1铜，行业尊称淡纹液体黄金，价格昂贵，原材料18至20万每公斤。蓝铜胜肽对皮肤具有多方的功效，归纳起来主要有抗衰老、抗氧化以及促进伤口愈合、修复受损肌肤。但蓝铜胜肽的稳定性较差，一般厂商即使用了也无法充分发挥效果。然而这难不倒欧莱雅，他们的团队自研了玻色因 Pro， 一种具有抗衰老功效的木糖衍生物。当蓝铜胜肽和玻色因 Pro 结合后，就可以帮助蓝铜胜肽稳定活性、放大功效，使其胶原合成达到普通蓝铜胜肽的3.5倍。同时再融合修护界尊贵大佬深海巨藻，三者合一，造就了超级蓝精粹，起到肉眼可以见到的抗老速度和力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光成分牛叉不行，能不能吸收掉才是重点。毕竟咱男人的脸皮会厚一些，于是欧莱雅就针对性地研发出速渗质地，让精华补得快、补得深、补得净，1夜8小时即可抵达皮肤深层。你以为这就够了 ？No， 还有更细节的。男性护肤品用的少，在取量上通常拿捏不稳，有些皱纹深处可能还涂不到，这就需要滴管来帮助。恰巧这款淡纹精华就是欧莱雅男士品牌首支滴管精华。对了，精华里还添加了柑橘木质香，淡淡的高级味可让男人更显成熟魅力。看到这儿，兄弟们别担心，如此牛叉的产品自己消费不起。别忘了，这是欧莱雅男士系列，属于平价的大众消费品产品线，一顿火锅钱就能搞定。最后想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咱们男性真的要对自己好点了。即便你五官再优越，稍微上了点年纪，皮肤油腻衰老也会让人对你的整体印象大打折扣。但拥有一张清爽、干净、细腻的脸，哪怕长得不帅，也会起到加分作用。护肤这件事已经从面子工程变成了实力投资，不管是想要在恋爱中更有魅力，还是在职场中更有气场，男士护肤都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现在市面上大大小小的护肤品牌众多，咱吴彦祖们大多也认不全，不如直接就选靠谱的大品牌，这或许就是欧莱雅男士系列存在的意义。